各位網友，嗱呢條片係講呢個支聯會審訊。其實咧講呢啲嘢咧，好多人都唔中意聽嘅。其實就因為咧聽咗之後咧，覺得個心情唔好。但係咧，我哋一定要表示我哋有真誠嘅對呢啲事件嘅關注，唔係出咗海外咧就可以覺得同我哋無關嚇。我哋無論去到邊度咧，個心都係個香港人嚟嘅。好啦，呢個支聯會案，最後一宗呢啲國安法嘅第一階段嘅大案嘅最後一宗，呢單呢就係三個大案，就係呢個47人案，呢一個係呢一個黎智英案，同埋呢一個立場新聞案。呢單係少啲嘅，因為牽涉到3個人啫。好啦，聽晚我講大陸經濟係唔係崩潰嘅問題嚇，同大家討論呢個就係。好啦，案件嘅背景已經解散支聯會同佢3個前領導層，被控喺國安法實施後2020年7月至2021年煽動他人以非法手段顛覆國家政權。案件今年1月開審，審咗75日，估計審75日，最高刑罰坐10年監，坐10年監。呢個係鄒幸彤同埋李卓人唔認罪，何俊仁認罪，等候判刑。一旦法庭裁定有罪咧，面臨最高10年嚇。咁佢哋已經坐咗4-5年，咁何俊仁認罪咧，咁一般嚟講你就冇至多判佢6-7年嘅啫。咁佢坐多1-2年咧就出嚟㗎啦。呢個就係。咁啊李卓人同鄒幸彤咧就如果判8-9年咁樣，仲要坐多4-5年，仲要坐多4-5年。呢個係。好啦，我先講個過程先。第一日審訊，何俊仁認罪，話支聯會嗰個綱領結束一黨專政。嗱，我係講結束一黨專政嘅問題，同埋呢一個呢次我係講個法律觀點，同埋嗰個共謀罪呢個問題。控方話1997年至2021年，包括洗刷國殤之柱及設立6四紀念館行為，呢個非常得意。個指控係由1997年至2021年嚇，呢個咧就係即係嗰個國安法咧係2020年7月1號先生效。然後就鄒幸彤咧想傳召專家證人台大教授何明修嘅申請，控方咧就話與案件無關，立場偏頗，反對。咁呢個咧就好明顯咧就想拗一黨專政嘅政治解釋問題。咁當然法官就唔俾佢嚟啦，尤其是台灣人添係嘛？法官駁回鄒幸彤專家證人嘅申請，控方開案陳詞，播放1996年司徒華發言片段，李卓人抹眼淚。呢個係1996年呢個回歸前夕，司徒華講乜嘢？控方強調呢個唔係政治審訊，所以控方唔理關於憲法、6四、國家批評呢啲議題啊，淨係講刑事上你係咪顛覆國家政權，唔講政治嘅是非。嗱，控方永遠強調唔係政治審訊，呢個就係。好啦，第4日控方讀出開案陳詞，法官話：你咁樣講法係唔係引用共謀者原則啊？控方話係引用呢個原則。辯方話：喂，點解事前話俾我聽啊？控方話時間緊迫，需時處理。嗱，因為咧有樣嘢咧，法律上大家互相交換文件嗰時咧有 mutual discovery， 你預備講嘅資料要俾對方有時間準備先得嘅，唔可以突襲嘅。其實係第5日審訊，法官決定押後到控方陳情完結之後再處理共謀者原則嘅法律爭議。2名警方證人唔喺香港，去咗邊度啊？法庭播放2018年起嘅片段作為證據。第一日，何俊仁認罪。嗱，呢個我先講嗰個共謀者原則，然後就講一黨專政。讀出案情期間，何俊仁瞌眼瞓，垂頭閉目，佢真係唔想忙，因為
我知道我同何俊仁後來相當好傾嘅，我係屢次勸佢走嘅嚇。佢亦都同其他人講話，蕭若元叫我走，呢個就係佢覺得認罪係好逼不得已嘅，即係佢唔係好想面對。佢其後同意案情，法官李運騰裁定佢罪成，押後審訊，押後喺審訊後處理佢嘅求情同埋判刑。呢個係何俊仁案情係引1997年至2021年好多個節點，喺7個時間節點繼續講結束一黨專政，即係呢個結束一黨專政咧係 continuous 嘅。相關嘅原幸部分來自何俊仁，部分係支聯會其他，而何對呢樣嘢都有責任，共同負責。呢個係支聯會喺公開活動，嗱佢係解。而呢個由回歸開始講起，1997年7月1號，支聯會公開活動嗰度話香港特區成為國家憲政嘅一部分，支聯會依然堅持鼓吹及傳揚結束一黨專政。咁佢話你呢就想顛覆國家，呢個就係7月1號，呢個就係2003年基本法23條，嗰啲係敏感嘅時間節點。支聯會喺64嗰度，我哋堅持5大綱領，唔會因為基本法23條立法而驚嘅，呢個就係因為23條立法。2014年佔領中環，支聯會發布內容，鼓吹傳播支聯會嘅組織同主張。2015年6.4集會，習近平上台之後，自由民主不但未見改善，反而倒行逆施。咦？呢個有乜嘢問題啊？呢個係一個評論嘅問題，係唔係前進定係倒退呢？係好主觀嘅，呢樣嘢冇牽涉到喎。呢個係2018年，國家修憲，習近平可以再做落去，發布針對國家嘅負面內容，繼續講結束一黨專政。要求何俊仁喺修憲後發表公開發言，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同埋建設民主中國。建設民主中國都係犯罪喎。2019年啦，特區修訂逃犯條例啦，支聯會又係發表發表啲通告，繼續結束一黨專政。所以呢個結束一黨專政嘅係重要嘅，你哋唔好惡晒。呢個係何俊仁自己講嘅。同年6.4集會，何俊仁同其他人繼續講呢個送中條例就係想用恐懼統治香港，林鄭出賣香港。呢個因為驚送中，所以應該結束一黨專政。2020年啦，國安法立緊法嗰陣時，話呢個一黨專政一定要結束嘅。呢個國安法嚟到抗爭一定要走落去。好啦，佢係一單喺2027年之後啫。7月1號發言，我哋有人會坐監，係冇辦法。咦，咁都唔得喎！追求實現我哋嘅5大目標，五大目標呢，其實就包括咗結束一黨專政。大家睇見大部分呢都係喺國安法之前嘅，大部分都講其實真係國安法之後呢，支聯會已經冇做到任何嘢，佢只係講實現5大目標啫。有啲人會坐監，咁就顛覆國家政權啦。核心嘅指控，呢個叫延續性指控。控方指支聯會長期主張呢樣嘢，國安法生效後咧依然延續，即使冇實際行動喎，呢個言論已經係煽動，係置於顛覆國家政權嘅語境之中。佢就係想顛覆國家政權，呢個就係佢舉證嘅策略呢，試圖建立一個持續不變嘅政治目標同意圖。佢呢個政治目標同意圖咧，係想推翻個政權，引入大量國安法生效前嘅證據，包括支聯會章程啊、過往嘅發言啊、歷史影片，將過往嘅政治主張伸延到國安法實施之後作為定罪嘅基礎。因為國安法之後根本就乜都冇做到，支聯會乜都冇做到。好啦，辯方辯論嘅方法，辯方指出一黨專政呢係講政治理念同民主訴求，唔係顛覆國家政權。
即係我唔係要推翻共產黨喎，即係希望共產黨改過，引入一啲民主啫。咁點解係顛覆國家政權呢？呢個係鄒幸彤自辯話，相關主張係對制度改革嘅倡議，而唔係煽動顛覆。呢個 initiative for systematic reform， 我係對你係作為一個求呢一個 petition 或者一個力量。即係我舉個例啦，即係譬如話英國喺 Reform Act 之前呢個民主成分好低嘅，我主張增加民主投票，咁係咪顛覆國家政權啊？結果英國政權冇顛覆到喎，咁咪增加咗民主投票咯，係咪？質疑證據關聯，控方將政治表述刑事化，揾大量舊材料同控罪期間關係薄弱，根本冇乜關係。好啦，於是呢，因為呢，佢其實呢，佢如果要揾阿鄒幸彤，直接 exactly 揾到鄒幸彤或者李卓人講嘢呢就好少嘅。於是呢，佢就引共謀者原則，就係呢，佢哋夾埋陰謀做一樣嘢。於是呢，一個人做就其他人都要負責。而呢一個陰謀呢，李卓人、何俊仁已經認咗，所以你哋兩個呢都有罪。如果法庭接受共謀嘅方法，一個共謀者嘅言行就可以指證其他嘅被告。控方動機利用認罪被告作為共謀存在嘅支點，降低唔使對每一個人去證明，因為佢兩個咧好遲先至加入，你唔可以即係根本前面好多嘢咧根本同佢兩個無關。何俊仁係證明呢個陰謀之存在，而你只要相信呢個李卓人同埋鄒幸彤係呢個陰謀嘅一部分。咁所以佢哋兩個咧就有罪，而何俊仁認咗罪，就證明佢哋兩個咧係有罪。控方嘅立場確認引用呢個原則，以證明三個被告係一個陰謀嘅一部分，依靠何俊仁嘅認罪事實作為共同犯罪嘅證據。辯方嘅立場，控方喺開審之後先引入呢個原則，呢個 unfairness 突襲嚟嘅，呢個係因為我唔夠時間準備。你開審之後先講，我點樣辯護呢？大律師沈士文表示保留反對嘅權利。好啦，呢樣嘢咧，法官李運騰咧就共謀者原則，各自直至控方舉證完畢先至處理。必須見到有表面證據係有個共謀嘅存在。咁咧，你要呢班人有個陰謀，你要證明到呢個陰謀係存在嘅，個陰謀係要顛覆國家政權。如果冇見證據咧，冇辦法判斷係咪引用呢個原則。睇下你舉嘅證據有幾多，直接控方舉證完畢先可以講呢個共謀者係存在定係唔存在。好啦，證據邊界舊材料有冇追溯力？法庭啊、法官啊都話質疑播放大量歷史影片嘅必要性，一定要澄清材料係用嚟證明控罪元素，還是作為政治背景。即係咧，你放咁多舊片俾我睇，嘥晒法庭時間。呢啲嘢係作為一個正大 picture 嘅背景啊，還是呢個係一個控罪嘅元素呢？如果證據偏向歷史鋪陳呢，影響審訊嘅焦點及公平性，你其實係想用好多無相關嘅嘢嚟到影響咗個法官嘅判斷，造成一個印象，呢班人係想顛覆國家政權。好啦，控方觀點，持續不變嘅顛覆意圖，持續到國安法之後，所以所有嘢都係煽動，利用認罪者嘅言行指控他人，證明意圖嘅必要背景。嗱，我係民主訴求喎，我想你個制度改革啫喎，我冇話用 unlawful means。因為咧，我唔知佢哋辯論有冇咁講啊。如果我做辯論律師，我就會咁講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係準唔準改㗎？你不停改噶嘛？我係想你自己用 lawful means 去改個憲法，得唔得啊？咁呢個係個政治倡議嚟㗎。政治理念咧唔等於推翻政權。開審合引入咧構成不公，國安法冇追溯力，關係薄弱。好啦。呢個就第一點，
佢係用過去嘅嘢，然後話個共謀者，然後指控佢哋，因為尤其是鄒幸彤呢，係好遲先至加入支聯會嘅。你將以前嘅嘢夾硬扣落鄒幸彤嗰度呢，係非常勉強嘅。歷史嘅反諷，結束一黨專政喺中國近代歷史上並不陌生。中國共產黨喺49年之前咧，係高嗌反對一黨專政，攻擊國民黨。呢個口號係中國確立佢嘅政治正當性嘅重要來源之一。一黨專政，毛澤東民選係好多篇文章反對一黨專政，即係我做佢個辯護，即係話喂，你都反對一黨專政。而家咧講反對一黨專政咧，就變咗顛覆指控，呢個就係啊。而家第二，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後咧，從來冇話過冇一黨專政，佢係主張多黨合作嘅。政協就係共產黨同埋8個民主黨派共同執政嘅，冇呢黨一黨專政係唔存在嘅。共產黨嘅語境入邊唔存在，咁呢樣嘢咪冇問題咯，係咪？一黨專政都唔存在，我要你結束一黨專政，咁呢樣嘢就係唔存在啊！控罪邏輯顛覆咧，一定要針對一個存在嘅實體。如果喺官方嘅論述入邊，一黨專政唔存在，點解反對一黨專政喺邏輯上係顛覆國家呢？你答唔到喎，呢個係嗱，點解呢？呢個叫顛覆國家政權，呢個就係管治模式一黨專政。國家存在理論可以有唔同嘅管治模式，並唔係等於某個特定政黨嘅長期壟斷。即係咧，你呢個一黨專政係一種管治嘅模式啫。呢種管治模式咧可以改得嘅，個政權唔會因此而顛覆嘅。好多國家，我舉個例，中華民國就係由一黨專政變咗唔係一黨專政，中華民國依然存在，國民黨依然存在。所以咧，我主張結束一黨專政咧，並不等於顛覆政權。呢個係最好嘅例子，就係南韓亦都係咁。案件嘅深層意義、政治概念重塑、歷史源與轉化，反對一黨專政點喺今日嘅法律下轉化為顛覆國家政權，係呢一個本案最深層嘅討論。呢樣嘢荒謬絕倫，即係咧，我做佢，我一定引毛澤東選集嚟講，喂，毛澤東係反對一黨專政嘅，呢個係共謀者原則裁決咧。控方舉證完畢，係咪接納呢個原則，同埋用何俊仁嘅證供嚟到頂佢哋兩個？歷史證據接納到，法官最終到舊材料，認為呢個係一個時代背景、政治背景啊，還係證據。最終判決，法官點樣釐定言論自由同煽動顛覆嘅界線？主張某種政治改革係唔係等於顛覆？我問下你哋。我俾你哋俾個答案我，你哋認為呢個結束一黨專政係唔係顛覆國家政權？好啦，我再講講呢3個人。何俊仁到咗後期呢，我初我就唔係好識佢，但係何俊仁後期呢，同我幾好傾嘅，同我做過下節目。呢個人呢，就係好好人啊，即係好固執嘅一個人。我幾中意何俊仁嘅。後來雖然我初我唔中意民主黨，都有嘲笑佢啦。呢個就係叫佢做鐵頭河啦。李卓人呢，就因為嗰陣時呢，佢哋呢一個係反對5區公投呢，我同佢公然鬧過交嘅李卓人。咁但係今時今日呢，我對於佢嘅唔認罪呢，我就係非常之敬佩嘅。第三，鄒幸彤呢，就係我覺得係最勇敢嘅一個人。佢每一步都同你打到盡，明知輸都同你打到盡。而係咧，成日咧就俾人判咗入去水飯房度，呢個真係呢個係我哋真係愧對峨眉，真係呢個揚眉女子，呢個鄒幸彤，呢個就係呢次整個審判入邊最勇敢、表現最好嗰個係鄒幸彤，我係要向佢致敬嘅，呢個真係好啦。嗱，我再提一提大家最好賣嘅嘢嚇，呢個 Soylab 嘅黑豆洗頭水減到198，精華素168，呢個染髮劑288，呢個 Q10 488，呢幾隻係最好賣嘅長期。
而且仲有7節呢個歲晚，呢幾樣嘢都好好賣。獵戶素所有男人都需要嘅，男士維生素、女士維生素，腦消落，避免腦退化，好平嘅呢啲嘢。管血管閉塞126蚊嘅就呢啲嘢啊，賣滿300蚊咧就有盒糖果噶啦。全線7節 Farm Bio 呢個任你裝啲糖果，好嘛？大家多多支持下。係各位網友嗱，大家睇見琳琅滿目呢個燒貓貓啊，經營到第6年，阿蕭太用咗半年時間搜集過年最靚嘅禮盒，全台灣嘅精華係俾大家嘅。有啲嘢咧好得意嘅，即係譬如咧呢啲係大藝術家嘅咖啡，全部都係世界上咖啡豆比賽頭3名，而且有幅名畫喺度。嗱，呢幅名畫大家認唔認得？自由帶領人民，自由帶領人民。蒙羅麗莎。咁呢個烏魚子啦，又出翻一口烏魚子啦。仲有我發現呢個好食嘅喎，烏魚子餅乾喎，呢個係烏魚子夾心餅乾，好好食。Anyway， 仲有7件櫻糖啦，大家睇見充滿各樣特色嘅，大家先上網睇睇先，我會逐樣介紹俾大家嘅。